所以美国政客们要是想无事生非，那就让他们去试试看好了，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中国人皆大欢喜。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白宫努力推迟表决的台湾政策法里面到底是些什么货色。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为了避免以中国的危机升级，拜登政府推迟了一份叫做台湾政策法的提案的表决。这项立法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把台湾地区指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北约是一个国家之间的条约组织，无论这个组织有助于地区稳定还是威胁了世界和平，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只有主权国家才可以加入北约。把台湾的地位和北约的盟友相提并论，那么中国和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一切基础那就完全丧失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苏分裂和中美建交是决定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两件大事。实际上，美国能够在冷战之后存活下来，并且最终起胜，离不开中国的帮助。今天美国庙堂之上的这些政客大概是把这段历史忘得一干二净了，才会提出这个完全把自己列为14亿中国人民的公敌的议案。根据报道提出这两项议案的主要有两个人，分别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民主党人鲍勃·梅兰德斯，另外一个人是共和党的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两党立场泾渭分明的美国，这么一份跨党派的提案是非常罕见的。要是进入到投票的流程，立刻会引起激烈的争吵。这两人要达到的目的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干扰拜登政府的外交活动，让拜登出更大的丑，进而影响民主党的选举活动。第二个是向中国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中国在中美谈判当中吃亏让步。拜登政府对于维护中美关系并不是很认真很积极，他经常处在自相矛盾的这么一种状态。在有些场合，拜登会毫不犹豫地签下反华的法案，比如说2022年6月，拜登签署了关于制裁新疆产品的法案。那为什么在这一次这个台湾政策法上，拜登政府就出面阻止呢？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台湾政策法是完完全全越过了中国的红线，一旦通过，将在中美之间引起滔天巨浪。但是如果这份所谓的台湾政策法得到通过，那就真的没什么好试探的了，还要正式的把它拉入到自己的军事同盟，比所谓的亚洲北约还要恶劣的多，比怂恿乌克兰加入北约、压缩俄罗斯的生存空间更加的恶劣。这是赤裸裸的分裂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而且还是一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个核大国。那么不要说中美关系，就是战后确立的整个国际秩序的框架都要完全破坏，危及世界和平的那恐怕就只剩下5个大国的核武器了。所以呢，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说，估计是会设法阻止这份议案的通过的，否则他无法应对中美彻底的敌对所带来的后果。而从中国的角度看呢，美国参议院就算真的通过了这么一个法案，也未见得就是个坏事儿。这份所谓的台湾政策法堵死了台独分子的退路，逼得他们立刻就做出选择，是开足马力向着台独的悬崖前进，还是放弃台独立场与大陆开展谈判。而且无论什么选择，最终都是通向统一的。美国可以用国内法的办法来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呢同样可以通过立法来给美国找麻烦。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多的是，国内有通货膨胀问题、黑人民权问题、印第安人的政治地位问题、毒品控制问题，还有南美洲美国后院的稳定问题。国际上有中俄联手抗美、美元霸权失守等等等等问题，都是能影响美国政治稳定的大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美国实际上是依靠着全世界的支持和帮衬，才能够把问题裱糊过去。谁要是不肯帮衬美国，很可能就会遭到严厉的政治报复。但是中国怕你吗？中国是不怕美国报复的，因为我们已经被美国针对报复了几十年，什么样的伎俩没见过。如果拜登政府这次走党失败，美国参议院真的通过了台湾政策法，那么我们立刻可以用法律、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的手段发起报复。而且在国际政治上我们是占理的，
如果说俄罗斯是因为军事进攻了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才带来了欧洲乃至世界相当多国家的制裁和禁运，那么中国呢，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才发起的战争以及其他的报复行动。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在建交公报中承诺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那中国采取任何手段来统一，都符合国际法，也符合各个国家的国内法。所以美国政客们要是想无事生非，那就让他们去试试看好了，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中国人皆大欢喜。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